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拖延症，你没有拖延症，只是害怕不确定性。别再拿拖延症当说辞。在开始正片之前，先提醒，这将是你看过克服拖延症的视频里最有用的一个。当然，视频比较长，内容也比较硬核，前半部分只是铺垫，最后才是重点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如果现在你没有足够的时间，欢迎你以后再回来看完。接下来正式开始进入主题。最近有句非常流行的鸡汤，不要等准备好再行动，先做一坨屎出来，然后再一边做一边改进。乍一听的确很有道理，让人有马上就开始的冲动，好像做不成事，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拖延。只要你拖拉，就是有病。但真相恰恰相反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拖延症，你只是怕不确定的路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只要把孔子的《论语》总共16000字从头翻到尾，不用理解，不用记忆，只要翻完就立刻给你3000块钱，你会不会马上动手？绝大多数人连犹豫都不会犹豫，立刻开干。但如果换个条件，不仅要读完，还要写3000字的读书笔记，这时候你可能就开始拖延了。因为要写笔记，意味着要理解、要提炼、要动脑，而这些都是不确定的。如果条件再升级，不但要你能背诵书里的全部内容，还要能默写出书里的至少50个精华部分，那能完成的人就更少了。并不是因为你突然变懒了，而是因为事情的不确定性成倍增加。也就是说，真正消耗执行力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的不确定性。人之所以会抗拒行动，是因为本能的对未知风险感到害怕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模糊厌恶，意思是人类会本能的讨厌模棱两可、不确定的环境。研究发现，当一个投资收益清晰可见时，人们会果断下场；但当收益模糊不清，即使收益可能会更高，也会选择观望。生活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之所以迟迟不愿开始行动，是因为你不确定未来的回报是否值得现在的付出。我们再换一个例子，老板发来的重要消息，你通常会立即回复，因为你非常确定拖延或已读不回的钱的代价，不想承担这种确定性，所以才催生了即刻执行的行动力。所以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才是你拖延行动的真正原因。不要再为拖延自责，你并没有病。只要现在的付出和未来的收益足够清晰，你的行动就会自然而然发生。只要尽量的去挖掘确定性就好了。想要提高执行力，做到这5点，你就能避免拖延。第一，行动前不要幻想结果。行动力差的人，往往是想的太多的人，脑子太快，身体却跟不上。科学研究已经证明，光是想象自己完成目标，就能让大脑释放和真的完成一样的愉悦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想的越多，越不想动。第二，不要期待拖延有一天会彻底消失。目标越大，不确定性越大，拖延就一定会出现。所以关键不是要彻底消灭拖延，而是消除无意义的内耗。想太多不如闭眼就干。第三，不要给自己定过高的目标，目标越大，越容易吓到自己，越觉得自己做不到。要接受开头笨拙，接受低效和不完美。任何一个高手都是从笨拙开始的。第四，给自己一个足够崇高伟大的理由，即使只是为钱，也要无比坚定地相信，你不是单纯出于赚钱的目的才去做这件事，而是为了更崇高、更伟大的意义。当理由强大到可以催眠自己时，你自然会转变心态，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。第五，把计划公之于众。当众立下约定，会让你背负压力，你越怕丢脸，就越不敢拖。这是一种社会契约的力量，能逼迫你立即行动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公开目标比私下目标成功率更高，因为外部监督会让你更有约束。总结起来，拖延并不是你的问题，你要做的不是和拖延死磕，而是学会减少不确定性。只要眼前路足够清晰，你就自然会毫不犹豫地往前跑。归根结底，所谓的拖延症，病根就是对未知失败的恐惧。因为害怕那条通往结果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，所以迟迟不敢开始，最终演变成影响人生全方位的困局。可以归结为一个字：怕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栽在这一个字上，尤其是男人，怕是大忌。小时候怕老师批评，怕同学欺负；成年了怕挨上司骂，怕丢工作，怕老婆牢骚。即使已经到了不上不下的年纪，生活却一直都没什么起色。
或许曾经和机会失之交臂，或许遗憾那个当初不应该的决定，这些都是因为一个字：怕。怕丢脸，所以同学聚会不敢去；怕失败出丑，所以创业的想法只敢藏在抽屉里；怕冲出舒适圈后适应不了陌生环境，所以耗在一眼就望到头的工位上；怕往前迈一步掉深渊，所以一直把自己牢牢困在原地。心理学上有个墨菲定律，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，你越是缩着头生活，生活越会掐住你的脖子。老话说得好，怕鬼才会遇见鬼。一个人刻意躲开害怕的东西，只不过是抄了条近道去见它。历史上多少人就是这样废掉的。秦始皇能一统天下，是他敢打六国，不怕与天下人为敌。而那些小诸侯，前怕狼后怕虎，最后被一步一步蚕食。心理学也早就研究过，长期处在恐惧状态的人，大脑会过度放大危险，攻击性、性张力、执行力慢慢都会被消耗殆尽。怕其实就是自我设限。项羽破釜沉舟，为什么能赢？因为他把怕字扔进了火堆里，背水一战没有退路的人眼里只有前进2个字。怕失败，其实早就一败涂地。怕出丑，只不过是不愿脱下孔乙己的长衫。怕努力没结果，所以干脆放弃尝试。连试都不敢试，怎么就知道不行？心理学有个暴露疗法，专治恐惧，就是强迫让自己接触害怕的东西。当真的尝试接触后，会发现之前的恐惧也不过如此。很多人一辈子没活通透，总觉得能一时躲开就算安全了，那总会有躲不开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不敢冒险，路边的恶狗冲你乱叫，但你笔直针冲它走过去，它反而会退缩。人性就这样欺软怕硬，你越是示弱，别人越踩你；你越是强硬，世界越给你让路。普通人想逆袭就要有点狼性，你怕谈钱俗，别人就敢欠你薪水；你怕冲突，别人就敢抢你机会；你怕失败，就会连成功的门都摸不着。尼采说过，杀不死你的，会让你更强大。别再被谦逊、低调的传统观念束缚。底层的现实是，谦逊换不来尊重，低调只会被忽视。特朗普在书里写过，有时候就是要冒点险，有时候就是要打乱牌局，重新洗牌。你不敢洗牌，就永远只能摸烂牌。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不是怎么避免失败，而是怎么在失败里站起来。楚汉之争，刘邦输了多少次，但每次都能卷土重来，因为怕没用，只有干才有活路。想，永远都是问题，做才能找到答案。不妨试试逼自己一把，怕什么就去做什么。等你真的迈出那一步，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并没想象中那么可怕。你一直不敢做的事，才是你这辈子最该做的事。别让怕字毁你一辈子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认同的请点赞，不认同的欢迎来辩。感谢收看，并把祝福送给看到视频最后的你。如果觉得有用，不要错过刷到本视频的缘分。欢迎订阅，更多分享。下期节目再见。